重生到满是丧尸的末世里，我没有选择逃到避难所，而是悄悄地跑到毁坏严重的城市中，开了一家末世便利店。只因我绑定了一个黄金交易系统，只要有了黄金，那我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此时，一群丧尸正围在我的店铺门前，昨天才擦的窗户，你们这些家伙就没有一点公共卫生意识吗？随后，我拿出一瓶喷雾，对着玻璃门外的尸群按了一下喷头，下一秒，原本躁动疯狂的丧尸群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他们呆滞地停下了动作，随后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天敌，连滚带爬地向四周散去，甚至因为太过惊恐而互相踩踏，瞬间清空了便利店门口10米内的区域。系统提示：驱魔清洁剂使用成功，消耗库存1，剩余库存99。我看都没看外面一眼，转身继续整理货架上的口香糖，必须让每一盒的正面都朝向正前方，角度不能有丝毫偏差。老板，救命！男人脸色惨白如纸，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向收银台。水。男人伸出完好的右手，指甲里全是黑泥，试图去抓我的裤脚。我向后退了一步，精准地避开了那只脏手，脸上没有丝毫同情。欢迎光临，我指了指门口的一块告示牌，本店概不赊账，另外弄脏地板需要支付额外的清洁费。男人愣住了，我有钱！男人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湿漉漉的皮夹，从里面抓出一大把红色的钞票，疯狂地拍在柜台上。1万、10万，全都给你！钞票散落在柜台上，我伸出手指，轻轻将一张粘在自己袖口上的100元大钞弹开。抱歉先生，本店不收废纸，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汇率。我伸手指了指收银台上方的一块电子显示屏，上面没有滚动播放广告，只有一行血红色的滚动字幕：今日汇率1克黄金等于1点积分，矿泉水500毫升5点积分，红烧牛肉面桶装10点积分，基础抗生素单粒50点积分。男人的瞳孔猛地收缩，黄金。竟然是黄金！在末世爆发的第7天，大部分人还在抢面包和水，黄金早就被当成垃圾扔在了路边。男人绝望地摸索着全身，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扯下脖子上的一根金项链，那是他结婚时的信物，很粗的一根金链子。男人嘶吼着把金项链拍在柜台上，我眼中的冷漠终于消融了一点点。我拿起那根金链子，熟练地放在收银台旁的一台精密电子秤上，电子秤红光一闪，24K 租金，重52克，扣除10%的手续费，折合积分46.8点。我的手指在收银机上飞快敲击，发出悦耳的机械键盘声，加上你要支付的5点地板清洁费，你现在可用余额为41.8点。我要水！我要！他的生命力正在快速流逝。我转身，从背后的货架上取下一瓶矿泉水，又从柜台下的一个上了锁的小盒子里拿出一颗红色的胶囊。水5点，这颗是肾上腺素急救胶囊，系统出品，能让你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感觉不到疼痛，并且止血。售价35点，剩下的1.8点，我建议你买一根火腿肠补充体力。我将3样东西摆在柜台上，同时拿起红色的扫描枪，对准了金项链。一道红光扫过，那根沉甸甸的金项链竟然凭空消失了，化作了一道金色的流光，钻进了收银机里。收银机的屏幕上跳出一个绿色的勾，交易完成。男人顾不得震惊，抓起胶囊塞进嘴里，拧开水瓶疯狂灌下。几乎是瞬间，他原本灰败的脸色涌起一抹诡异的潮红，断臂处的血竟然真的止住了。他大口喘息着，贪婪地撕开火腿肠的包装。男人看着我，眼神变了，从绝望变成了贪婪与敬畏。你是谁？你是什么？我重新戴上耳机，拿起抹布，继续擦拭刚才被男人弄脏的柜台台面。我只是个收银员，我指了指门外，用餐时间结束，请离店，下一位顾客要来了。男人回头，惊恐地发现玻璃门外那群散去的丧尸又开始聚集了，而这次在丧尸群的后方，几个手持钢管和西瓜刀的活人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他们的目光比丧尸更凶狠，死死盯着这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雨停了，但空气中的血腥味反而更加浓烈。那个断臂男人他叫王强，最终还是没敢在店里赖着不走。虽然这里像天堂一样安全，但他从那个年轻店长冷漠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种比丧尸更可怕的信息：如果不遵守规则，后果会很严重。王强刚跑出便利店不到50米，就被阴影里窜出的几个人按倒了。那小子刚才进去了，还活着出来了。他手里有吃的，我看清了，是火腿肠。几个黑影在雨夜中低声嘶吼，像是一群征食的猎狗。王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一棍子敲晕。刚买到的半瓶水和吃剩的火腿肠瞬间被抢走。为首的是个光头，他叫刀哥，是附近这一带的小混混头目。末世爆发后，靠着心狠手辣迅速聚拢了一帮亡命徒。刀哥那是啥地方？以前没见过啊。刀哥舔了舔粘在火腿肠包装袋上的油渍，眼神贪婪地看向不远处那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那小子刚才给的是金项链，我看见了。这店主要黄金，黄金那玩意儿现在还能当钱使？能换吃的就能当钱使。兄弟们，跟我进去！记住了，咱们是零元购的老手。这要是那店主不识相，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7、8个大汉提着武器，大摇大摆地走向便利店。
欢迎光临，我头都没抬，依然在用那块仿佛永远擦不干净的抹布擦拭着柜台。几位顾客进店，请先擦脚，地毯在门口。刀哥一脚踹在货架上，几包薯片哗啦啦掉了一地。他一脚踩碎一包乐事，发出清脆的爆裂声。擦你大爷的脚！刀哥把西瓜刀往柜台上一拍，巨大的力量震得收音机都晃了晃。把吃的都给老子拿出来！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慢慢抬起头，一双死鱼眼平静地看着刀哥，仿佛看着一具会说话的尸体。损坏店内商品，原味薯片一包，售价15积分，柜台划痕修复费50积分，辱骂店员，精神损失费100积分。我的声音平稳的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还带着一丝职业化的礼貌，一共165积分。请问是刷卡还是付现？哦，抱歉，现在只收黄金。全场死寂了1秒，随即爆发出狂笑。这小子脑子坏了吧？还要精神损失费？老子现在就让你精神分裂！老子你看清楚了，老子手里的世道不是信用卡，信不信老子把你剁了伪丧尸？我被揪着领子，脚尖甚至离了地，但脸上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我只是微微叹了口气，眼神飘向了虚空中的某一点。警统触发1级违规，暴力威胁店员。警告：检测到店内发生暴力行为，判定等级1级违规，执行方案物理驱逐。刀哥愣了一下，什么装神弄鬼的？话音未落，便利店的天花板上，那盏看似普通的吸顶灯突然翻转，露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不，那不是枪口，更像是一个微型的涡轮引擎。一股恐怖的无形重力瞬间降临，他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膝盖骨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不仅仅是刀哥，跟他进来的7、8个小弟，在一瞬间全部被这股恐怖的重力压趴在地上，脸贴着地砖，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他们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被挤出来了，手中的武器更是直接被压得变形。而站在柜台后的我却丝毫不受影响。我整理了一下被抓皱的领子，拿起那把红色的扫描枪，绕过柜台，走到了跪在地上的刀哥面前。我说过，本店禁止暴力。我蹲下身，扫描枪的红光打在刀哥惊恐万状的脸上。根据末日便利店经营守则第3条，试图抢劫者没收其随身携带的所有高价值物品作为赔偿，并列入黑名单，终身禁止入内。我伸出手，在刀哥的口袋里掏了掏，一个金戒指，2颗金牙，直接从嘴里敲下来的，系统判定为可回收黄金，还有一块名表。金戒指4克，金牙8克，含杂质。手表劳力士，抱歉，不含金，系统不收。我嫌弃的把那块价值连城的劳力士扔在地上，只拿走了黄金，抵扣刚才的165积分赔偿。你还欠本店30积分，不过看在你贡献了2颗牙的份上，这次就算了。我站起身，对着天花板打了个响指，那一股恐怖的重力瞬间变成了斥力，像是发射炮弹一样。刀哥和他的一众小弟直接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弹射出了便利店的大门，重重地摔在雨后的泥泞街道上。便利店的玻璃门缓缓关闭，再次隔绝了外面的喧嚣。我走回柜台，看着地上碎裂的薯片，无奈地摇摇头，拿起扫帚开始清扫。真是的，浪费粮食是可耻的。而在门外，摔断了腿的刀哥在泥水中痛苦呻吟，周围的黑暗中，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亮了起来。刚才的惨叫声和鲜血味已经吸引了半个街区的丧尸。第二天清晨，街道远处几具被啃食的只剩骨架的尸体，证明了昨夜的疯狂。我坐在柜台后的高脚凳上，手里转着那把扫描枪，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数据。当前店铺等级1级，已收集秩序点黄金58点，升级所需1000点，才58点。这届幸存者不行啊，都没什么存货。就在这时，便利店的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女生。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时，那种警惕瞬间变成了无法置信的呆滞。她叫苏在在，原本是个体育特长生，末世爆发时正好在学校。苏在在小心翼翼地走到柜台前，把登山包放在地上。一个断了胳膊的大叔，他在街角快死了，临死前告诉我这个位置。苏在在深吸一口气，拉开了登山包的拉链，金灿灿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我的死鱼眼。那个登山包里竟然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金饰品，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甚至还有几个沉甸甸的小金条。苏在在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我把学校附近金店的柜台砸了，我觉得这东西以后可能有用，就一直背着。我的眼睛瞬间亮了，那是资本家看到了韭菜，哦不，看到了优质客户的眼神。我飞快地拿出电子秤，全部回收。我的声音都变得温柔了几分。我想换点吃的，还有没有那种武器？我现在这把斧头砍卷刃了。我一边疯狂地称重扫描，听着收音机不断发出的美妙滴滴声，一边在脑海中快速浏览系统刚刚解锁的特殊道具区。一共3500克黄金，扣除手续费，你现在拥有3150积分。我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恭喜你成为了本店目前的 VIP 客户。那能买多少方便面？方便面，别太小看你的财富了。
我神秘一笑，转身走向了店铺最深处的一个货架。这个货架是今天早上才刚刚显现出来的，上面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雾。我伸手探入黑雾，取出了一个黑色的长条形盒子，放在了柜台上。F 级道具，静音的平底锅。我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红太狼同款平底锅，售价500积分。苏在在一脸懵，听好了，我拿起平底锅，随手敲了敲柜台，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有沉闷的震动感。这口锅的特性是绝对静音，无论你用它敲击什么，哪怕是敲碎丧尸的头骨，或者敲响一口大钟，它都不会发出任何分贝的声音。在充满听觉敏感丧尸的末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苏在在的眼睛瞪圆了，意味着暗杀，意味着在尸群中无声的收割。还有这个，我又拿出一瓶像是香水一样的东西，里面的液体呈现出恶心的墨绿色。F 级道具，同类伪装喷雾，售价800积分，喷在身上你会散发出顶级尸王的恶臭，普通丧尸闻到你会把你当亲爹供着，持续时间30分钟，副作用是这味道你自己也闻得到，而且洗澡3天都洗不掉。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物资，这是超能力。还需要点别的吗？本店新上架了永不磨损的丝袜，防御力堪比防弹衣。那个不用了，给我来箱可乐，要冰的。就在这笔大生意即将成交的时候，便利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不是汽车，而是装甲车。我抬头看向窗外，一辆经过改装的焊满了钢板和尖刺的重型越野车正咆哮着冲破雨幕，在便利店门口一个急刹车停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穿着战术背心、戴着墨镜的男人，就是这片区域最大的幸存者基地首领陈岩。他摘下墨镜，看着便利店招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有点意思。这种地方居然开了家店。陈岩大步走向门口，看到正在交易的苏在在，小姑娘，把你的黄金和那个锅留下，你可以滚了。苏在在浑身僵硬，抓着平底锅的手指节发白。我叹了口气，放下了手里的可乐箱子。看来今天的营业额要超标了。我按下了一个柜台下的红色按钮，便利店天花板的角落里，4个不起眼的监控探头突然裂开，探出了4根银白色的金属管，管口凝聚着危险的蓝光。与此同时，一道淡蓝色的光幕像倒扣的碗一样，瞬间笼罩了整个收银台区域，将我和苏在在保护在内。陈岩也是个狠人，在看到那诡异光幕升起的瞬间，多年的刀口舔血经验让他本能地扣动了扳机，自动步枪喷吐着火舌，弹壳飞溅，刺耳的枪声在狭小的便利店内回荡。苏在在尖叫着抱头蹲下，以为自己死定了。然而下一秒发生的画面彻底颠覆了陈岩的世界观。那些高速旋转的子弹在触碰到那层看似薄如蝉翼的蓝色光幕时，并没有发生撞击或反弹，而是像泥牛入海一样无声无息地融化了。是的，融化。原本坚硬的铜制弹头在接触光幕的瞬间化作了一滩金色的液体，沿着光幕表面缓缓流下，最终滴落在柜台上，凝结成一个个不规则的小金属疙瘩。这是什么妖法？陈岩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枪。这不是妖法，这是科技。我隔着光幕，甚至都没从高脚凳上下来，语气依旧懒散。系统判定攻击意图，启动 C 级防卫协议，缴械于惩戒。天花板上那4根金属管猛地射出4道红色的激光束，红光并不是射向人，而是精准地射中了陈岩和他身后4个保镖手中的武器。5个人几乎同时惨叫着扔掉了手中的武器。那些刚才还威风凛凛的自动步枪和西瓜刀，在落地之前就已经变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枪管像面条一样软软地垂了下来，内部结构彻底熔毁，毁坏店内设施，地板砖被弹壳烫伤，恶意攻击店员。我拿起计算器，哒哒哒地按了起来。步枪5支，按废铁回收价抵扣部分赔偿。你们还需要支付每个人留下1根手指，或者支付500积分的赎金。现场一片死寂。那4个保镖已经吓傻了，他们看着地上还在冒烟的废铁，双腿打颤。这哪是便利店，这简直是未来堡垒。陈岩此时却突然冷静了下来，他死死盯着我，又看了看那坚不可摧的光幕，眼中的凶光迅速收敛。陈岩突然开口，声音沙哑但坚定：我付钱。他猛地扯下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又摘下满手的金戒指，甚至命令身后的手下把身上的金子都交出来。4个保镖面面相觑，但不敢违抗，哆哆嗦嗦地凑出了一堆金器。陈岩将一堆黄金推向柜台，眼神灼热。不仅仅是赔偿金，剩下的我要买东西，我要买能让我变得更强的东西。我撤去了光幕，聪明的选择。我拿起扫描枪，红光扫过那一堆黄金，总计赔偿后剩余积分4200点。我看着陈岩，你是想买水和面包，还是想看看真正的商品？陈岩深吸一口气，我要刚才那个小姑娘买的平底锅，还有更好的吗？平底锅卖完了，不过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给你推荐个好东西。我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看似普通的绿色易拉罐，上面画着一个强壮的菠菜图案。F 级消耗品，大力水手的菠菜罐头，吃下它，接下来的10分钟内，你的力量翻倍，痛觉消失，且皮肤硬化如钢铁，普通丧尸咬不穿。售价1000积分1罐。陈岩的呼吸粗重了，力量翻倍，皮肤硬化，这简直就是为了近战厮杀量身定做的。我都要了，给我4罐。我微笑着完成了交易，欢迎下次光临。陈岩拿着4罐菠菜罐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带着手下离开。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说道：来的店长，这附近所有的黄金很快都会是我的，你的货给我留着。我
摆摆手，示意他赶紧走，别挡着光。等陈岩走后，便利店里只剩下我和苏在在。老板你也太帅了吧！刚才那个光幕还有激光。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我重新戴上耳机。另外，你也看到了，店里生意越来越好。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苏在在，虽然穿着校服有些狼狈，但眼神清澈，身体素质看起来不错。毕竟背着几十斤黄金走了那么远。我从柜台下拿出一条崭新的店员围裙，扔给苏在在。职位：理货员兼保安，包吃包住，每天2顿工作餐，泡面加肠，工资是日结10积分，干不干？苏在在看着那条围裙，又看了看外面逐渐暗下来的天空和游荡的丧尸，眼泪差点掉下来。在这个地狱里，包吃包住，还有安全屋，干！老板我干，哪怕让我洗厕所都行。厕所系统会自动清洗。我指了指货架，先把薯片区理好。记住，强迫症不喜欢歪的东西。距离末日便利店正式开业已经过去了2天。这2天里，关于街角有一家只要黄金的神奇店铺的传闻，像病毒一样在附近的幸存者圈子里疯传。起初没人信，直到陈岩带着他的手下，在一次尸潮围攻中，当众吞下那个绿色的罐头，然后像推土机一样，徒手撕碎了3只变异丧尸。那一幕震撼了所有躲在窗帘后窥视的幸存者。于是疯狂开始。原本被视为垃圾，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黄金，一夜之间重新变回了贵金属。不，它比和平年代更珍贵，它是通往天堂的门票。清晨，便利店的玻璃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为了防止混乱，苏在在穿着那身蓝色的店员制服，手里拎着那个静音平底锅，像个门神一样站在门口维持秩序。排队，都排队，不许插队。苏在在挥舞着平底锅，喂，那个光头，把你的脚收回去，踩线了。队伍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店内我忙得不可开交。这块金表，表带不是金的，扣除杂质，折合12积分。这几颗金牙虽然恶心了点儿，但纯度还行，8积分。这根金条，真家伙，给你按最高汇率300积分。随着滴滴滴的扫码声，大量的黄金化作流光钻进收银机。我看着系统面板上飞速上涨的数字，心里乐开了花。当前积累秩序点，黄金890、1000，距离店铺升级还差110点。老板，有没有那个能治感染的药？他的脸色发青，手臂上有一个明显的抓痕，伤口已经开始发黑流脓。周围排队的人瞬间像避瘟神一样散开。被咬了，没救了！赶紧扔出去吧，别死在店里啊！女人哭着把一个红布包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是一对成色极好的龙凤金镯子，还有几个金锁片。这是我女儿所有的满月礼，求求你，老板，救救她！我看着那个小女孩，系统扫描显示病毒已经侵入淋巴，再过2小时就要尸变了。普通的抗生素根本没用，普通的药救不了她。女人的眼神瞬间灰暗下去，整个人瘫软在地。不过我话锋一转，转身看向背后的特殊货架，那里摆着一排颜色诡异的药剂，D级特殊商品，丧尸病毒阻断剂、血清型，只能在感染后4小时内使用，售价500积分。我把那对镯子和金锁片放在秤上，总重120克，折合积分108点，还差得远。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唏嘘，500积分那是天价，普通人搜刮整个小区的黄金可能都凑不够。女人绝望地抓着柜台，我可以干活，我可以卖血，求求你。我摇摇头，本店不收血，也不收赊账。就在女人彻底崩溃的时候，一只粗糙的大手突然伸过来，往柜台上拍了一块沉甸甸的金砖。她的账我付了。众人回头，只见陈岩叼着一根雪茄，刚在店里买的，披着一件皮大衣，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他的身后跟着几个小弟，每人都背着沉重的背包，看那沉甸甸的样子，全是黄金。陈老大，店长，这是定金，这女人的命我买了。回头让她去我基地洗衣服抵债。我无所谓的耸耸肩，拿起那块金砖，500克标准金砖，450积分，加上之前的108点，够了。我从货架上取下一只蓝色的注射器，扔给女人，直接扎心脏，10秒见效。女人千恩万谢地抓起药剂，颤抖着扎进女儿的胸口，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小女孩手臂上的黑线开始退散，原本浑浊的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全场哗然，真的能救，连丧尸病毒都能治。这一刻，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看一个店主，而是在看神明。别管这些散户了，我有大生意跟你谈。金条、金币、金符像，足足有10几斤重。我要买武器，大量的武器。听说你这里还有那种无限子弹的枪？我看着那堆黄金，耳边响起了美妙的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秩序点累计突破1000点，店铺等级提升至 LV2，解锁新功能：2楼生活区，宿主专用，解锁新货架；C 级战斗道具区，解锁特殊权限，店铺防御范围扩大至方圆50米。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无限子弹的枪，我从刚刚解锁的 C 级货架上取下了一把造型夸张、通体银白色的左轮手枪。C 级道具，左轮
文无限赌徒，特性无限弹药，无需换弹，但是每开6枪，必定有1枪会卡壳，并对使用者造成一次轻微的电击惩罚。你敢赌吗？陈岩看着那把枪，眼中的狂热几乎要溢出来。老子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赌。随着店铺升级，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虽然大部分人买了东西就跑，不敢多留，但偶尔也有像陈岩这样的大款，会坐在店里吃一碗热腾腾的关东煮。但繁荣的背后，危机开始显现。黄金不够了。这座城市虽然繁华，但幸存者手里的黄金毕竟有限。附近的几家金店早就被陈岩的人搬空了。这一天，店里来的人明显少了。好不容易进来几个顾客，手里拿的也是些细得可怜的金耳环，或者含金量极低的镀金工艺品。老板，这个能换个馒头吗？一个老头颤巍巍地递上一副老花镜，我叹了口气，含金量0.01克，系统不收。老头失望地走了。我坐在柜台后，看着空荡荡的店铺，眉头紧锁。系统，如果黄金枯竭了，我这店还怎么开？小谷谷，黄金是救世界秩序的凝结物，也是抑制丧尸病毒混沌之力的唯一救据。本系统回收黄金是为了提炼秩序之力。若地表黄金枯竭，请宿主引导幸存者探索更高。高危区域。老板，不好了，出事了！怎么有人闹事？我淡定地问。是丧尸，外面来了一只奇怪的丧尸，它是金色的。我心中一动，立刻走出柜台，来到玻璃门前。此时是正午，阳光猛烈，在街道的尽头，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正缓慢走来。它的皮肤不是腐烂的灰黑色，而是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暗金色泽。而在它的胸口位置，赫然镶嵌着半块融化了一半的金条，仿佛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一样。它所过之处，普通的丧尸纷纷避让，仿佛在迎接君王。那只黄金丧尸发出一声咆哮，声音竟然带着金属摩擦的质感。它没有冲向活人，而是死死盯着便利店的方向，或者说盯着便利店收银机里那庞大的黄金气息，那就是黄金种。我眯起了眼睛，扫描枪上的数据显示出一行红字：警告，发现特殊变异体吞金者 LV1，体内蕴含高纯度质取金元素，击杀可掉落，高纯度生物金晶，价值5000积分。我的眼睛瞬间变成了钱币的符号。这只丧尸顶得上10个陈岩的身价，但问题是这玩意儿看起来很难杀。这时陈岩的车队也赶到了，他也看到了这只怪物。这什么玩意儿？少林寺18铜人丧尸版。他抬起刚买的那把无限赌徒左轮，对着黄金丧尸就是一枪，子弹打在丧尸的胸口，竟然溅起了一串火星，连皮都没破。黄金丧尸被激怒了，他猛地一跺脚，柏油马路瞬间龟裂，他像一辆坦克一样轰隆隆地向着陈岩和便利店的方向冲了过来。快跑！这玩意儿刀枪不入！陈岩大喊，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没了，但我没有跑，我站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扩音喇叭。顾客请注意，本店发布第1条紧急悬赏任务，谁能干掉这只大家伙，并把它体内的金核带给我，本店奖励 C 级基因强化药剂1支，让你拥有美国队长般的体质，外加终身免排队 VIP 卡1张。这句话像是在滚油里泼了一瓢水，原本准备逃跑的陈岩脚步猛地停住了。不仅是他，躲在暗处的其他幸存者团队眼睛也全都红了。美国队长的体质，终身 VIP， 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末世里，真正拥有了活下去甚至称霸的资本。兄弟们，富贵险中求，给我上！炸死这个金疙瘩！一场为了赏金的围猎在便利店门口轰然爆发，而我淡定地搬了一张椅子坐在玻璃门后，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准备欣赏这场好戏。打吧，打得越狠越好，反正最后的赢家永远是庄家。幸存者们此刻眼中的恐惧也被疯狂所取代。率先出手的是陈岩的那个吃了大力菠菜的手下，叫铁牛。此刻的他，原本紧绷的迷彩背心已经被暴涨的肌肉撑裂，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绿色，血管像蚯蚓一样暴起。他咆哮着扔掉了手里的砍刀，竟然从路边拔起了一个生锈的消防栓，像挥舞一根牙签一样抡了起来。一声巨响，消防栓重重地砸在吞金者的后脑勺上，火星四溅。吞金者那暗金色的头骨只是微微歪了一下，甚至连皮都没破。他缓慢地转过头，那双毫无感情的金色瞳孔盯着铁牛，喉咙里发出一声像是金属齿轮卡住的低鸣。下一秒，他抬起那只巨大的右手，手掌瞬间硬化，五指并拢如刀，毫无花哨地横扫而出。铁牛那强化过后的坚硬身体，在这记手刀面前就像豆腐一样脆弱，整个人直接被拦腰斩断，全场死寂了1秒。这玩意儿物防太高了，陈岩一口气连扣5下半击。这把枪确实不需要换弹，枪口喷吐着蓝色的火焰，5发大口径马格南子弹精准地轰在吞金者的胸口那块半融化的金条上，巨大的冲击力打得吞金者连退3步，胸口的金条被打得凹陷进去，流出了金色的像水银一样的血液。有戏！
陈岩大喜，手指再次扣动扳机，那是第6发，枪没响，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蓝色电流顺着枪柄瞬间传遍陈岩全身，陈岩浑身抽搐，头发根根竖起，像个跳霹雳舞的癫痫患者一样，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手里的枪也摔飞了出去。系统提示：道具无限赌徒触发负面效果，幸运电疗，使用者麻痹30秒。站在便利店玻璃门后的我看到这一幕，没忍住噗的一声笑喷了，这运气绝了。但这短暂的滑稽并没有缓解战场的残酷，吞金者被疼痛激怒了，他不再缓慢移动，而是猛地前冲，像一辆失控的重型卡车撞入人群，惨叫声此起彼伏，普通的刀剑砍在他身上直接卷刃，土制的燃烧瓶砸上去只能把他的皮肤熏黑，反而让他看起来更像一尊来自地狱的黑金魔神。他抓起一个试图偷袭的幸存者，直接塞进嘴里，锋利的牙齿咬碎，骨头的声音清晰可闻。不行，根本破不了防，撤，快撤！刚刚还热血上头的幸存者们开始崩溃。就在这时，一道瘦小的身影利用混乱，像只灵巧的猫一样，踩着路边的废弃汽车跳上了半空。是苏在在，他没疯，他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平底锅，静音的平底锅。老板说了，这锅能无视声音规则。苏在在眼神凌厉，在空中一个翻身，双手握住锅柄，借着下落的重力，狠狠地砸向吞金者的天灵盖。这一下势大力沉，足以把岩石砸碎。然而诡异的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世界仿佛在这一瞬间静音了。所有的动能因为没有声音的能量损耗，全部转化为了纯粹的物理震荡波，直接灌入了吞金者的颅骨内部。吞金者的动作瞬间僵硬，他的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但那双金色的眼球突然爆裂，2道金色的血箭喷射而出，他那坚不可摧的大脑在颅骨内部被彻底震成了一团浆糊，2.5米的庞大身躯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砸在地面上，激起一片尘土。苏在在落地，大口喘着粗气，手里的平底锅依然光亮如新。全场再次死寂，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一击秒杀，连子弹都打不透的怪物被一口锅拍死了。便利店的门开了，我拍着手走了出来，那双死鱼眼里难得露出了一丝赞许，干得漂亮！看来物理学在末世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走到吞金者的尸体旁，无视了周围人敬畏又贪婪的目光，拿出扫描枪对着尸体胸口一扫，检测到高纯度秩序金晶，回收成功。一道璀璨到刺眼的金光从尸体中飞出，钻入扫描枪。我能感觉到整个便利店的系统都在这一瞬间发出了一声愉悦的嗡鸣。按照悬赏规则，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深蓝色的试管，扔给还没回过神的苏在在，它是你的了， C 级基因强化药剂，喝了它你就能单手举起一辆摩托车。周围的人群里传来了吞咽口水的声音，尤其是刚刚从麻痹中缓过来的陈岩，眼睛红得像兔子，但他看着苏在在手里那口诡异的平底锅，再看看深不可测的我，最终还是把贪婪咽回了肚子里。苏在在当众喝下强化药剂后，当场表演了一个徒手掰弯钢筋，直接把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震慑得服服帖帖，成了便利店的安保队长，每天扛着平底锅巡逻，没人敢在他面前插队。而我正在研究我的新收获，店铺等级 LV2， 升级进度10000%5800，获得特殊组件黄金转化核心，残缺解锁新设施全自动贩卖机，分店出行全自动贩卖机。我看着系统说明，这个设施可以放置在便利店本体之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投入黄金就能自动出货，这简直就是把触手伸向全城的利器。系统，这个贩卖机能防御吗？回答宿主，贩卖机自带 B 级防御护盾，且拥有自爆程序，若有人试图暴力破坏，将引发方圆20米内的等离子爆炸。够狠，我喜欢。我立刻制定了扩张计划。此时便利店内的货架上也上新了一批更离谱的东西。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丧尸潮，我推出了平民套餐， F 级道具一次性丧尸诱捕，雷扔出去后会播放广场舞神曲小苹果，吸引周围50米内的丧尸围观，随后爆炸。售价50积分。 F 级道具压缩饼干韭菜味儿，一块顶3天饿，副作用是吃完后会极度想找人吵架，售价10积分。虽然副作用奇葩，但在生死面前这都是神装。这天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了便利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支车队，清一色的军绿色吉普车。虽然车身上满是刮痕和血迹，但依然能看出那严整的纪律性。车队停在路边，10几个穿着破烂作战服、背着制式步枪的士兵迅速散开警戒。一个独眼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眶里空荡荡的，没有戴眼罩，看起来格外瘆人。他的肩膀上挂着残破的肩章，那是旧世界军队的标志。排队！苏在在拦住了他。独眼男看了一眼苏在在，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长队，眉头微微一皱，但最终还是没有发作，默默地站在了队伍最后。这一举动让我多看了他2眼。懂规矩的暴力机构往往比疯狗更难对付。轮到独眼男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掏出首饰，而是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拍在柜台上。这是市中心那家最大的银行金库的门禁卡和密码，那里至少有3吨的黄金储备。我的手指停住了，3吨，那是300万克，300万积分，足以把便利店直接升到满级，甚至开启位面传送门。我抬起头，死鱼眼中第一次露出了凝重。我要武器，大量的武器，不是为了杀丧尸，是为了杀人。城北那边的监狱被一群疯子占了，他们抓幸存者伪丧尸，搞什么新人类进化？
我们要攻进去，但弹药不够了。我看着独眼男那只空洞的眼眶，沉默了几秒。我是个生意人，不干涉幸存者之间的战争。我拿过那张黑卡，放进扫描枪的卡槽里读取数据，验证成功，坐标锁定市中心联邦银行地下金库，预估黄金储量3.5吨。但是我话锋一转，黄金是无辜的。为了让这批黄金流通起来，我可以破例一次。身后的墙壁缓缓裂开，露出了刚刚解锁的军火无限弹药加特林机枪体验版，只有5000发子弹，打完即止。高爆手雷，神圣属性，爆炸后会对丧尸造成200%的伤害。单兵外骨骼，民用级。增加负重，减少后坐力。独眼男的那只独眼瞬间亮了，那是军人看到好枪时的本能反应。那张卡里的黄金，我要你自己去取，我不负责运输。作为交换，这满墙的装备我都要带走一半。成交。我露出了奸商的微笑，他正愁没理由把那个全自动贩卖机扔到市中心去呢。这一趟正好顺路，送走了独眼男，他叫雷队。夜深了，我关掉了正在营业的招牌，勿扰的牌子。我在整理今天的收益，除了那个惊天的大单子，今天的散客也贡献了不少，尤其是那种小苹果手雷。老板，咱们真的要去市中心？那里可是真正的尸海啊！听说连变异种都成堆，富贵险中求。我正在擦拭他的扫描枪，而且我总觉得这系统的黄金回收机制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那个吞金者出现的太巧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背脊一凉，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上了。系统扫描周边环境，扫描完成，方圆50米内无敌意目标。不对，不是在附近。我走出便利店，站在空旷的街道上，抬头看向远处，在距离便利店约2公里外的一座废弃写字楼的顶层，黑暗中似乎有一点微弱的反光一闪而过，那是高倍望远镜的反光。2公里外，帝国大厦顶层，一个身穿白色西装，他的身边蹲着一只体型像豹子一样，但浑身长满黑色鳞片的怪物，正在啃食一具尸体。男人有着一张精致的近乎妖异的脸，手里摇晃着一杯红酒，那是真正的82年拉菲，不是便利店的假货。有意思。男人轻抿了一口红酒，嘴角勾起一抹优雅的弧度，秩序之力竟然在这里复苏了。他转头看向那只正在进食的怪物，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就像在摸一只宠物狗。小黑，看来我们的进化计划遇到对手了。那个店里流出的东西正在干扰病毒的传播。怪物发出一声舒服的呼噜声，舌头舔过男人的手背，留下一道腐蚀性的粘液，但男人的皮肤却毫发无损，反而泛起一层淡淡的金属光泽。雷队那个蠢货以为买了枪就能赢我。黄金那是神赐予我们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做交易呢？他站起身，对着叶枫张开双臂，传令下去，让尸潮改道，目标那家便利店。既然店主喜欢收黄金，那就送他一份大礼。便利店门口，我打了个喷嚏，谁在念叨我？他揉了揉鼻子。老板，怎么了？苏在在探出头来，没事，感觉要变天了。我看着远处漆黑的夜空，乌云正在聚集，遮住了月亮。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去市中心。准备好了吗？各位顾客，我站在便利店门口，身后是一辆改装过的重型货车，货车斗里装的不是货物，而是一个被黑色篷布严严实实包裹着的巨大长方体，那是系统的全自动贩卖机。苏在坐在副驾驶，平底锅别在腰间，嘴里叼着一根刚买的棒棒糖 ，F 级道具，勇气棒棒糖，吃完后消除恐惧感，售价5积分。雷队的吉普车队在前方开路，独眼男雷队亲自驾着车顶的重机枪，神情严肃的像是在奔赴刑场。出发，目标联邦银行地下金库。车队轰鸣着驶入主干道，刚开出2公里，我就发现了不对劲。平时零散游荡的丧尸，今天竟然像是有纪律的军队一样，密密麻麻地堵塞了通往市中心的每一条立交桥。他们不叫不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形成了一道城墙，路被堵死了。对讲机里传来雷队沉闷的声音：“这是人为的，有人在指挥他们。”直接冲过去。苏在再问道，手里的棒棒糖被咬得嘎嘣响。冲过去，车轮会被卡住。雷队看着前方那厚度至少50米的尸墙，感到一阵绝望。我坐在货车驾驶室里，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看起来像是旧式收音机的东西。D级道具，摩西的交通广播，特效，播放时会发出只有丧尸能听到的特殊高频声波，强行驱散前方直线500米内的生物单位，开辟出一条红海通道，持续时间5分钟。副作用播放的内容是极为难听的锯木头声，对人类听觉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污染。雷队，通知所有人塞上耳朵。我对着对讲机说道，我要开始喊麦了。几秒钟后，一阵令人灵魂出窍的尖锐噪音从货车顶部的喇叭里炸响。奇迹发生了，前方那道坚不可摧的尸墙竟然像沸水遇到了冰雪，剧烈的翻滚起来。丧尸们捂着溃烂的耳朵，如果有的话，痛苦的向两侧疯狂逃窜，硬生生的在拥挤的主干道中间让出了一条宽约5米的通道。我在哪儿？这声音太难听了。苏在即使戴着耳塞，也感觉脑浆在沸腾。车队抓住这宝贵的5分钟，像利剑一样插入市中心腹地，两侧的尸群像黑色的海浪一样翻涌，无数只腐烂的手臂试图抓挠车身，但都被那可怕的声波逼退。终于，在红海合拢的前一秒，
车队冲进了联邦银行所在的金融广场。那栋宏伟的银行大楼依然矗立。卸货！我跳下车，指挥雷队的手下将那个巨大的黑色长方体搬下来，放置在银行大门口的台阶上。篷布揭开，一台造型极具科幻感、通体银白，只有一块巨大触摸屏的机器显露出来。全自动贩卖机，1号分店，状态未激活，激活条件：投入1000克黄金作为启动能源。雷队，看你的了。我指了指机器的投币口，雷队没有废话，拿出一根金条塞了进去，机器瞬间亮起，蓝色的流光沿着机身纹路蔓延。分店激活成功，当前连接主店库存，数据同步完成，防御系统上线 ，B 级等离子护盾开启，一道淡蓝色的半球形光幕瞬间展开，将整个银行门口变成了绝对安全区。就在这时，银行大楼内部传来了一声沉闷的低吼，那声音不像丧尸，更像是某种深海巨兽的呼吸，地面微微震动。看来这里的房东不太欢迎我们。我眯起眼睛，看着黑洞洞的银行大厅深处。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银行大厅的防弹玻璃门轰然破碎，一只体型极其臃肿、肚子大得像个热气球的怪物挤了出来。巨大的嘴巴占据了整张脸的3/4，里面长满了像绞肉机一样的螺旋状牙齿。最恶心的是，它的肚皮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并没有内脏，而是塞满了各种金属残渣。警告：遭遇变异体暴食者 LV2， 特性能够吞噬一切金属并转化为自身护甲，对黄金有极度渴望。弱点：体内过载。这东西一看就不是平底锅能拍死的。他就是冲着黄金来的。雷队端起刚刚买到的无限弹药加特林，独眼中杀气腾腾，蓝色的火舌喷涌而出，密集的弹雨打在暴食者的身上。然而暴食者只是张开大嘴，猛地一吸，恐怖的吸力产生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气旋，那些射向他的子弹竟然全部被吸进了他的嘴里。他像吃炒豆子一样嚼碎了子弹，然后打了个饱嗝，肚皮上的红光更胜了一分。物理攻击无效。他连子弹都吃。暴食者显然没吃饱，他那贪婪的小眼睛锁定了台阶上那台散发着浓郁秩序气息的全自动贩卖机。在他眼里，那不是机器，而是一块巨大的美味蛋糕。他蠕动着庞大的身躯，像一座肉山一样压了过来。饭他要吃咱们的分店！苏在在急得大喊，我却依然淡定，甚至还在贩卖机的屏幕上操作着什么。别急，他想吃就让他吃个够。我在屏幕上快速点击，调出了后台管理界面，上架新商品 C 级陷阱道具，贪婪者的最后晚餐。描述：一块看起来像顶级纯金的金砖，实则是高浓度的反物质压缩炸弹，一旦被生物胃酸消化，瞬间产生微型黑洞坍缩。售价1，积分促销价。苏在，再买下它，扔进那怪物的嘴里。苏在在虽然懵，但反应极快，他立刻从兜里掏出一个金耳环，塞进贩卖机，点选了那个闪闪发光的金砖，一块金灿灿的砖头掉了出来。苏在在抓起金砖，看着已经逼近到10米内的暴食者，用尽全身力气。死胖子，请你吃下午茶。金砖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精准地落入了暴食者张开的血盆大口中。暴食者根本没嚼，直接吞了下去。他感应到了那上面浓郁的黄金气息，发出了满足的哼哼声。然而3秒后，他的表情僵住了，他那透明的肚皮突然剧烈收缩，原本红色的光芒瞬间变成了诡异的黑色。暴食者痛苦地在地上打滚，他的身体开始向内塌陷，就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空气的塑料瓶。庞大的身躯在几秒钟内被肚子里的那个黑点强行压缩。扭曲，没有爆炸的火光，只有空间扭曲的恐怖视觉效果。最后，啵的一声轻响，那座肉山消失了，地上只剩下一颗黑漆漆的、只有拳头大小的珠子。全场鸦雀无声。雷队的手下们看着那颗珠子，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就被一块砖头给吃没了。捡起那颗黑珠子，检测到高浓度变异结晶，可用于开启系统特殊功能。我把珠子抛了抛，清场。进金库，暴食者一死，银行内部剩下的普通丧尸根本不足为惧。雷队的精英小队像砍瓜切菜一样清理了通道，他们终于站在了地下金库的大门前。那是一扇厚达1米的合金巨门。我看向雷队，雷队拿出张黑卡，输入了一串复杂的指令。沉睡了不知多久的齿轮开始转动，液压杆发出沉重的呻吟，大门缓缓打开。那一瞬间，金色的光芒几乎刺瞎了众人的眼睛。在这个昏暗的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金砖、金币散发着迷人的光泽。测到海量秩序物质，正在进行大规模回收。我没有废话，直接举起扫描枪，开启了广域扫描模式，红光像扇面一样扫过整个金库。那些金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飞入收音机，因为没带收音机，而是化作无数道金色的流光，直接钻进了我的身体。准确的说，是钻进了它绑定的系统界面里。1万、5万、20万，当前店铺等级提升至 LV3，当前店铺等级提升至 LV4，解锁核心权限区域，秩序重构。随着最后一块金砖消失，空荡荡的金库里，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段从未有过的、极其人性化的声音，不是之前的机械音，而是一个苍老的、带着疲惫感的声音。终于凑够了启动能源。我猛地回头，谁？雷队和苏在在正忙着搬运剩下的零碎珠宝。
我是系统的上一任宿主，或者说我是这个世界的防火墙设计者。那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年轻人，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黄金能换万物？为什么黄金能抵御丧尸？我在心中默问：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死过一次了。所谓的丧尸病毒，其实是代码崩溃产生的混乱数据 ，cos。而黄金作为恒久不变的惰性金属，在类千年的冥中被赋予了最强烈的价值共识。这种共识就是秩序。从回收黄金不是为了钱，而是提取其中的秩序之力，用来修补这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底层代码。你卖出的每一件道具，其实都是在用秩序之力强行在混乱的代码中写入一条规则。但是有人在试图阻止修复，有一股力量正在引导病毒进化，试图彻底格式化这个世界。小心那个穿白西装的男人，他是病毒的管理员。声音戛然而止，系统重启完成 ，LV4 权限已生效，新功能可将任意一家分店升级为战争堡垒。我回过神来，背上全是冷汗。老板，你发什么呆啊？金子都收完了。苏在在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锐利。没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我们做的生意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对讲机里传来留在门口的守卫惊恐的尖叫声。不好了，全城的丧尸都来了，那个贩卖机的护盾快撑不住了。我冲出金库，跑回大厅，透过破碎的大门，他看到了令人绝望的一幕：整个金融广场已经被黑色的尸海淹没，数以10万计的丧尸像蚂蚁一样层层叠叠地堆在贩卖机的护盾外。而在尸海的中央，那栋废弃的帝国大厦顶端，一道刺眼的红光正死死锁定着银行大楼，那是管理员的宣战。看来他不打算让我们带着这些秩序离开。我握紧了扫描枪，那就战吧。他看向那台正在报警的贩卖机，系统消耗10万积分，启动战争堡垒模式。系统扣费确认。随着我冰冷的声音落下，那台原本只有冰箱大小的全自动贩卖机突然发出了一声如同巨兽苏醒般的轰鸣。战争堡垒模式启动，正在重构物质形态。在雷队和苏在惊骇的目光中，那台银白色的机器开始疯狂变形，无数金属板从虚空中折叠伸展，就像是一朵钢铁莲花在瞬间绽放。短短5秒钟内，它从一台贩卖机变成了一座高5米、宽10米的环形钢铁堡垒，将整个银行大门口死死封住。堡垒的顶部升起了4座双联装的自动哨戒炮，枪口闪烁着危险的蓝光，两侧延伸出厚重的装甲板，而在正中央依然保留着那个投币口和触摸屏。这是我的恶趣味，无论变成什么样，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收钱的机器。各位，欢迎来到我的临时分店。我站在堡垒的指挥台上，手里端着一杯刚兑换的热咖啡。尸潮撞上来了，数以万计的丧尸像黑色的海啸一样拍打在堡垒外层的蓝色等离子护盾上，无数张腐烂的脸贴在光幕上，被烧得滋滋作响。但后面的丧尸依然前赴后继，用尸体堆出了一条通往高处的斜坡。开火！雷队嘶吼着，他现在站在堡垒的射击位上，手里的加特林机枪疯狂咆哮。但这还不够，尸潮的数量太多了，简直无穷无尽。苏在挥舞着平底锅，拍飞了一只跳进来的舔食者。我看了眼系统面板，当前遭受攻击强度 S 级，护盾能量剩余 85%， 弹药库存告急，没子弹了。我挑了挑眉，那就买啊！还说，他指了指身后的触摸屏，所有武器弹药现在开启战时促销模式，只要你有黄金或者杀丧尸掉落的金盒，哪怕是当场挖出来的，往投币口里扔，子弹自动补满。这句话简直是给雷队这群大兵打了一针鸡血。兄弟们，以战养战！雷队大吼一声，一把抓住一只爬上墙头的变异丧尸，刺刀捅进脑袋，挖出一颗浑浊的金盒，反手就扔进了旁边的投币口。出行成功，加特林弹链补充完毕。雷队狂笑，手中的火神炮再次喷出半米长的火舌。这哪里是战争，这简直就是一场疯狂的街机游戏。只要你杀得够快，你就有无限的弹药。而在2公里外的帝国大厦顶端，那个白西装男人看着这一幕，手中的红酒杯被捏碎了。用秩序之力来对抗混乱，他冷笑一声，眼神阴毒。但你以为钱真的能通神吗？让暴君上。他打了个响指，让暴君上。随着他的指令，尸潮的后方，大地突然裂开，3个高达10米的巨大身影缓缓站起。那是3只由无数尸体缝合而成的巨型怪物，他们的手臂是2辆废弃的坦克，脑袋上镶嵌着巨大的信号接收器。警告：检测到工程级生物兵器暴君 LV3，数量3。可是，坦克变成了丧尸吗？苏在指着那3个庞然大物，声音都在抖。那3只暴君抬起手臂，那是真正的坦克炮管，3发带着墨绿色毒气的炮弹呼啸而来，重重地砸在战争堡垒的护盾上，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蓝色的护盾剧烈闪烁，光芒瞬间暗淡了一半。护盾过载，预计将在下一轮炮击中破碎。
系统的警报声变得刺耳。我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看来小本生意做不成了。他看了一眼身后金库里刚刚搬出来的、还未完全转化的那几吨黄金，那就来笔大的。护盾破碎的那一刻，绝望的气息笼罩了所有人，毒气涌入。丧尸像蚂蚁一样爬满了堡垒的外墙，雷队的一个手下被一只暴君的触手卷走，在半空中被撕成了碎片。撑不住了！他的加特林枪管已经红得发烫，彻底报废了。苏在被两只舔食者围攻，身上多处挂彩，那个无敌的平底锅也被打飞了出去。老板，快跑吧！哪怕是钻下水道！苏在哭喊着。我没有动，他站在堡垒最高的指挥台上，狂风吹动他的电源制服，他的目光越过尸骸，死死盯着远处的帝国大厦。那里一道刺眼的红光正聚焦在他身上，那是管理员的嘲弄，也是一种删除指令。在这个数字化的末世里，对方正在试图抹除我这个由于 bug 而产生的数据节点。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食他的数据。警告：遭受底层代码攻击，存在被抹除风险。告：宿主生命体征下降。想删我号？我嘴角勾起一抹疯狂的弧度。你问过我的钱包了吗？我猛地转身，将那张存着35吨黄金数据的黑卡狠狠地插入了战争堡垒的核心卡槽。系统，所有黄金全部梭哈！我要购买神拳级道具，天谴单次版。收音机的屏幕疯狂闪烁，最后定格在一行血红的大字上：交易确认，扣除秩序点350万点，正在下载神发补丁，进度1%、100%。下一秒，时间仿佛静止了。原本乌云密布、被红光笼罩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一道纯金色的光柱直径超过1公里，从天而降，直接笼罩了整个金融广场。这不是眼光，这是数据流，这是最纯粹的秩序之力。在这金色的光辉中，那3只不可一世的暴君突然停止了动作，他们身上那些缝合的尸体开始脱落，坦克炮管开始生锈、风化。为什么动不了了？是被修正了？那金色的光芒中响起了一阵宏大的，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电子合成音。检测到区域内存在大量非法程序，丧尸开始执行格式化操作。倒计时3、2、1，白西装男人发出了绝望的嘶吼。Delete！ 我轻声念叨。随着我打出一个响指，光柱内的所有丧尸，无论是普通的行尸走肉，还是那恐怖的暴君，在一瞬间全部崩解。他们没有流血，没有爆炸，而是化作了无数绿色的代码碎片，0和1消散在空气中，就像是被杀毒软件彻底清理掉的病毒文件。就连那个白西装男人也在远处发出一声惨叫。虽然他不在光柱中心，但作为病毒源头之一，他的半边身体直接数据化消散，只剩下一只手臂和半个脑袋，狼狈地钻进了下水道逃窜。10秒钟后，金光散去，原本挤满了尸潮的广场此刻空空荡荡，连一滴血迹都没有留下，只有那台战争堡垒依然矗立，虽然冒着黑烟，但依然坚挺。整个世界清静了。雷队和苏在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切。这是什么？苏在喃喃自语。我瘫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但眼神依然傲娇。这叫人民币玩家的特权。3天后，便利店重新开业。经过那次神罚，我的系统再次升级，店铺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街角，而是直接融合了整座银行大楼，变成了一座宏伟的末日百货大楼。1楼是平民区，卖水、食物和基础工具；2楼是精品区，卖静音平底锅、大力菠菜等初级道具；3楼是军火区，雷队带着他的士兵在这里驻扎，负责安保，同时也在这里消费。顶楼是我的私人办公室，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苏在穿着一身崭新的镶着金边的店员制服，其实是新的战斗服，正在指挥一群幸存者搬运货物。他现在是这座城的大姐大，谁敢闹事，平底锅伺候。办公室里，我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人类的秩序正在重建，虽然还很脆弱，但至少有了希望。当前店铺等级 LV5，满级预备。当前黄金库存0，穷光蛋。下一阶段任务，跨位面连锁店开启中。老板，咱们真的没钱了吗？雷队说想预定一批外骨骼装甲，问能不能赊账。概不赊账。我转过身，告诉他，城外还有几10座城市的银行金库没开呢，想变强就去打工，好吧？苏在吐了吐舌头。对了，那个逃跑的白西装男，雷队派人去追了，但没找到。写了什么？写着游戏才刚刚开始，2.0版本见。我笑了，我拿起桌上的扫描枪，对着虚空开了一枪。那就来吧，反正不管版本怎么更新，只有氪金才能变强的规则是不会变的。我走到窗前，将一块牌子挂了出去。夕阳下，那块牌子闪闪发光。末日便利店今日盘点结束，明日照常营业，欢迎光临。今日盘点结束的牌子挂出去已经整整1个月了，但这1个月里我并没有闲着。虽然表面上这座末日百货大楼依然是这座城市唯一的灯塔，但在只有我能进入的顶层核心区，一场更加惊人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那个曾经只会机械播报欢迎光临的系统，最近变得异常沉默。
所有的黄金都在被疯狂消耗，不是用来买泡面，而是被系统吞噬，用于构建一个悬浮在办公室中央的发着悠悠蓝光的漩涡状光门。位面秩序修复进度99.9个百分点，多于秩序点转化中，位面冒点搜索中。跨位面连锁店系统 beta 版即将上线。我坐在老板椅上，手里把玩着那把已经升级为金色的扫描枪，看着那个光门发呆。老板，你在看那个大滚筒？洗衣机看了3个小时了。苏在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这可不是洗衣机，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野心的光芒。这是通往新市场的电梯。隔壁是吗？雷队说那边的丧尸已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格局小了，我指了指头顶，是天上，或者是地下，或者是别的宇宙。苏在撇撇嘴，觉得老板又在犯中二病。他放下水果，刚准备转身离开，突然那扇蓝色的光门剧烈震动起来，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怖威压从门内涌出。那不是丧尸的腐臭味，而是一种带着血腥气的，仿佛来自洪荒猛兽般的压迫感。便利店的警报瞬间炸响，警告：检测到非法入侵，检测到未知高能反应。能量等级修真界筑基期巅峰，对方携带高纯度灵石，可转化为秩序点。听到灵石2个字，我原本懒散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准备接客。我整理了一下领带，拿起了扫描枪。光门中，一只穿着破烂道袍、浑身是血的手伸了出来，紧接着，一个留着长发、背着断剑的青年跌跌撞撞地滚了出来。他浑身伤痕累累，胸口有一个焦黑的掌印，显然是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追杀。青年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杀意和警惕。看到我和苏在穿着奇怪的服饰、现代装以及周围充满科技感的环境，愣住了。这是何处？乃是幽冥鬼界。欢迎光临万界便利店001号总店。我伸出手，指了指青年腰间挂着的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布袋，储物袋。这位道友，看你印堂发黑，命不久矣，只需1点点灵石即可拥有。青年警惕地盯着我，灵石？你是商家，这里能做买卖？童叟无欺，万界连锁。我晃了晃手里的扫描枪，我看你那把断剑也不错，虽然材质落后了点，但上面的剑意系统回收价应该挺高。青年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光门，似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要追过来。他咬咬牙，从怀里掏出一块晶莹剔透、散发着柔和白光的石头。若能救我一命，这块上品灵石便是你的。我的扫描枪瞬间红光大作，检测到高纯度秩序结晶，价值1000000积分。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成交！他打了个响指，办公室的墙壁裂开，露出了后面刚刚解锁的修真科技混搭专区。那里摆放着的不是普通的枪械，而是符文加特林，刻录了爆裂符文。RPG 火箭筒追踪鬼魂版纳米奇金丝软甲。苏在给这位道友拿一套复仇套餐。我转身看向那个还在震动的光门，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既然开了新地图，那就不仅要守店，还得拓荒。我看向窗外，原本熟悉的末日废墟城市，此刻在他眼中已经变了模样。那只是一个起点。位面锚点锁定玄幻天元大陆，跨位面传送即将开启，请宿主做好准备。我深吸一口气，对着虚空轻轻说了一句：各位观众，我们要去赚修仙者的钱了。